我家的猴子聪明似妖，不仅会做数学题，还会败着讨钱，可一到半夜就会大声啼哭。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开马戏团的，可饲养的动物从来只有一种，那就是猴子。我问我爸，马戏团就一种动物能赚钱吗？可我爸冷哼一声，你懂什么？咱家猴子可不一样，个个都有本事，聪明着呢。果然如我爸所说，每只猴子的特点都不一样，有的会做数学题，有的会给我爸讨钱，有的还会写毛笔字。每天晚上表演一开始，就会涌进大批的观众，我爸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些猴子一到晚上就会发出阵阵啼哭。这天睡觉的时候，我被一阵沙哑间断的声音吵醒。好痒，帮我抓挠一下，我的脚趾头露出来了。我直直坐起身，发现那只独眼猴子就站在我的床边。它见我醒过来更兴奋了，大嘴张合着，快帮我挠一下。我吓得瞬间汗流浃背。爸爸，快来，猴子成精了，猴子会说话。听到我的呼喊，我爸迅速赶过来，一见到那只猴子，我爸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，拎起那只猴子转身去了仓库。接着我隐约听到猴子的惨叫声和我爸的咒骂声。你还敢说话了？再乱跑试试，下次再不听话就和他一样。我有点好奇，趴在窗户缝里偷看，不一会我爸就拎着一张猴皮出来了，我吓得浑身一颤，难道我爸真的把那只独眼猴给嘎了？过了几天，我爸外出出差，回来的时候竟然带了个小女孩。本来说是去收猴子的，半路遇上这么个可怜的孩子，一个人在街头流浪，我看着可怜就给带回来了。那小女孩叫彤彤，很会察言观色。叔叔，我不会白吃你家的饭，我会帮你赚钱的。我爸听后特别高兴，像是对彤彤特别满意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彤彤整天都和我爸待在屋子里，我爸专门找了老师教彤彤吹笛子。彤彤很聪明，1个月就学得像模像样，可我爸看他的眼神也越来越奇怪。我听他喃喃自语，学吧，多学点，我就能赚更多的钱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本想着带着彤彤出去玩，可找遍了所有的房间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。我着急地问我爸，爸，彤彤不见了，我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发现他。我爸怪笑一声，我把他送走了，有人领养他，那家人条件比我好，不用担心他，别愣着了，快去给猴子喂饭。听到彤彤走了，我有些失望，可在给笼子里的猴子喂食时，却发现那只独眼的猴子又出现了。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，似乎比之前变得温顺了许多。到了晚上，马戏团表演准时开始，我发现那只独眼猴不再像之前那样表演写毛笔字，竟然开始吹起笛子来。台下的观众都在拍手叫好，而我的冷汗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因为独眼猴吹的曲调是彤彤最喜欢的那首歌。我猛地反应过来，几乎笃定独眼猴是彤彤变的，是我爸把它变成了猴子。等到表演结束后，我偷偷跑到关猴子的仓库，冲着独眼猴小声说道，彤彤是你吗？而独眼猴睁大眼睛轻轻点头，似乎默认了。我问彤彤，你是被我爸逼迫的吗？想不想出去？没想到等我问完，笼子里被关押的所有猴子都凑了过来，像是在恳求我救他们出去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我爸说我家的猴子与众不同，原来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反应过来的我刚要用钥匙打开牢笼，这时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，猴子们吓得后退几步。那道黑影正是我的父亲，他恶狠狠地冲着我说，酱汁，我们家的秘密竟然被你发现了，你可要保守这个秘密啊。我吓得浑身颤抖，只好妥协地答应，爸爸，我会的。可我爸却阴森森地笑道，我怎么有点不信呢？接着我被打晕过去。等到第二天晚上马戏团表演开始时，舞台上又多了一只猴子。我有一个习惯，当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就会让妈妈给我倒一杯牛奶，只要喝下这杯牛奶，我就能一觉睡到天亮。这天晚上，失眠的我像往常一样呼喊我的妈妈，妈妈，我睡不着，请帮我倒杯牛奶。可好巧不巧的是，冰箱里的牛奶都被我喝完了。丽丽，你今晚不喝牛奶可以吗？妈妈，我试过了，不喝我睡不着。那好吧，我现在就出去给你买，一会就回来。就这样，妈妈便匆忙地走出了房门。大概过了10几分钟，房门突然被敲响，并且传来妈妈的声音，丽丽，我是妈妈，我忘记带钥匙了，你能帮我开下门吗？刚一打开房门，我却发现眼前的妈妈仿佛变了个人一样，她的黑眼圈变得很重，嘴唇也有些发白，全身上下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。她冷冰冰地对我说道，丽丽，你先上去吧，我去给你倒牛奶。然而当妈妈再次走进我的房间，我发现妈妈手中端着的牛奶竟然变成了红色的。赶紧喝！我疑惑地问道，
这牛奶为什么是红色的？我不想喝。可是妈妈却用凶狠的语气重复道：“赶紧喝！”我被吓了一跳，赶紧端起杯子假装喝奶。最近换了新手机，刷视频果然更清晰。大家换新后，旧的都这么处理的。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相机、手表，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 iPhone 14还卖了3100多，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，特别省心。要我说，趁着这机还值钱，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。趁着妈妈不注意时，迅速将牛奶倒进了花盆中。此时我发现妈妈背对着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角落里，我叫了一声：“妈妈，你没事吧？”可是回应我的却是阴森的笑声，接着妈妈的笑声越来越大，我吓得浑身颤抖，赶紧捂住双眼，希望这一切都是我的幻觉。当诡异的笑声停止，我再次睁开双眼，发现角落里的妈妈不见了。然而下一秒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并且伴随着恐怖的叫声，像是有什么怪物在向我的卧室缓缓靠近。我吓得赶紧躲进了床底。此时门口传来一阵推门音，接着是一阵脚步走动的声音。我吓得躲在角落，不敢发出一丝动静。突然一双脚停在了床前，传来一阵粗犷的男声：“你躲在哪里了？”可下一秒，就在这时，门铃突然响了起来。我拼尽全力跑向门口，打开门一看，竟是妈妈。丽丽，怎么了？你好像很慌张。妈妈，我的房间里有一只怪物，这个怪物的模样竟然和你一模一样。丽丽，别担心，带我上去看看。随后妈妈领着我重新回到了我的房间，可是环视四周后，发现房间里根本没有任何人。丽丽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哪来的什么怪物？我给你买了牛奶，赶紧喝了睡觉吧，明天你还要上学。真的没有怪物吗？妈妈，今天晚上你能陪着我睡吗？当然。随后我接过妈妈新买的牛奶，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，然后躺在妈妈身边睡了过去。可不知过了多久，半夜我竟再次听到了那个奇怪的笑声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我是一个恶搞博主，喜欢假扮成裂口女，然后去敲开别人家的房门，以此拍下这些路人受惊的样子。万圣节这天，我和闺蜜像往常一样出门拍摄，可是敲了许多户人家都没有开门。就在我们准备走向下一家时，突然在拐角处发现了一栋奇怪的房子，房屋看起来又旧又黑，窗户也被木板封住，看起来与恐怖电影里的房子非常像，让人背后发凉。我对闺蜜说道：“要不然我们试一试这一家吧，这绝对是与之前不同的。”闺蜜有些担心：“可这座房子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。”是的，但这就是为什么选这座房子的原因。如果能够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拍下开门人受到惊吓的样子，一定会很有趣，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肯定也会有很多人观看。来吧，小美。于是在我的怂恿下，小美打开了录制。大家好，可以看到我身后背景中的房子有点令人毛骨悚然，非常适合在万圣节搞恶作剧。接下来我要戴上面具，去按下门铃，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。随后我便轻轻按下这家的门铃，然后对着房门做出一个恐怖的表情。几秒钟过后，房门悄悄打开，可是并没有看见有人走出来，只是看到房门里面黑漆漆一片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接着房门哐的一声又自己关上了。这奇怪的一幕把小美吓了一跳。好奇怪，酱汁，我有些害怕。这么晚了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。好吧，稍等一下，等我录完结束语，我们就走。那你快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万圣节的特别视频。今天的录制很不顺利，最后一个房子的录制也很糟糕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根本没有人出门。酱汁，我看到有人站在门口。什么？听到小美的话，我立马转头往后看，可发现身后只有空落落的房子，根本没有人。小美，你是不是眼花了？哪有什么人？可小美却是一脸疑惑地说道：“但摄像机里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，她脸上挂着奇怪的微笑。”听到这，我再次往身后看去，可还是空无一人。小美，停止录制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人。等等，她正在向你走来。小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别吓我。酱汁，她就在你身后。小美，你能别开玩笑了吗？我身后明明什么也没有。可是她刚刚就在你身后，奇怪，哪去了？